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。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灵异故事，这个故事是我一个叫雨婷的网友亲身经历的。她在某论坛上详细描述了她在4年前去闺蜜工作的宿舍睡了一觉之后，遭遇了一连串诡异离奇的事件，直到最近才彻底解决。虽然现在她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但每次回想起那几年的经历，她还是不寒而栗。故事发生在2018年的冬天，那天雨婷坐火车去了闺蜜所在的城市找她玩。两人先在闺蜜的工作单位里转了一圈，然后去附近的步行街吃了午饭。由于雨婷坐了很久的火车比较累，闺蜜就让她去自己宿舍里睡个午觉，休息一会儿。雨婷说闺蜜住在宿舍楼的1楼，是个3人间，宿舍里的其他2个女孩都是本地人，周末都回家了，所以这个房间里只有闺蜜和雨婷2个人。由于宿舍楼间距比较近，宿舍采光不太好，这大中午的屋子里还有点阴冷。雨婷一进屋就打了个寒战，闺蜜让雨婷睡在她自己的床上，而她自己睡对面那张床。2人聊了几句就相继睡下了。雨婷根本想不到，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午觉，竟然会给她带来一场持续4年的噩梦。据雨婷说，她刚睡下没多久，就感觉到整个身体变得特别沉重。虽然她的意识很清醒，也能感知到周围的动静，但就是睁不开眼也动不了。而就在这时候，雨婷忽然听见床下有翻东西的声音。当时雨婷还以为是闺蜜在找东西，也就没多想。然后雨婷就觉得有只手在她身边摸索，她想要醒来，问对方在干什么，可就是睁不开眼也醒不来，也不知道那东西在自己身边摸了多久，雨婷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等到醒来的时候，外面天已经黑了，看看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。这一觉睡的2人眼都肿了，整个人也异常的累。缓过神来之后，2人就一起去食堂吃晚饭了。在吃到一半的时候，雨婷就开始抱怨闺蜜说，刚才睡午觉的时候你干嘛呢？翻东西翻得我都没睡好。闺蜜这会儿正低着头吃着饭，听到雨婷这话，整个人就忽然愣住了，一脸惊讶的表情。她跟雨婷说，刚才不是你在床下来回走动拿东西吗？雨婷回答说，怎么可能，在你们宿舍我翻什么呢？雨婷边说边问闺蜜，那是不是你们宿舍人回来了？闺蜜摇头说，他们家都在市区，学校在郊区，周末他们不可能回来，而且他们的性格你也知道，回来肯定是大声说话的，而且我们宿舍管理特别严格，也不可能有小偷进来，既不是室友，也不是小偷。那下午在宿舍翻东西的是谁？而此时坐在对面的闺蜜拿筷子的手已经明显的在抖了。雨婷也没敢再说话，2人就这么沉默着吃完饭回到宿舍。2人看了一夜的电视，当晚谁都没敢睡。天亮以后，雨婷就逃也似的离开了这里，回到了自己的城市。可结果回家没多久，更可怕的事情便发生了。自从回来以后，她几乎每晚都会做噩梦，甚至鬼压床。在梦里，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低着头，一声不吭的就那么盯着雨婷睡觉。那段时间，雨婷每天醒来以后眼眶都是青的。她也按照网上的办法，在枕头底下放剪刀什么的，但都没太大的用。只要雨婷一睡着，她还是会出现，就那么静静的低着头盯着雨婷。而且每次那个女人一出现，雨婷就会感到呼吸非常的困难。雨婷尝试过反抗，可就是醒不过来。后来她也试过调整过睡姿，但奇怪的是，每次侧躺着睡觉，醒来以后肋骨就特别疼，平躺着也一样。也只有那种面朝外睡觉时才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，仿佛这一切都是梦中那个女人在作怪似的。而奇怪的是，雨婷从没看清过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。后来的一段时间，雨婷的身体仿佛也出现了问题，反复的发高烧，呼吸困难，整个人十分虚弱。这样一直坚持到年底考核结束，雨婷住院了，检查结果是胸膜炎。
这也是雨婷那段时间侧身睡觉时会感觉肋骨疼的原因。就这样，雨婷在医院接受了长达1个月的治疗。在卧病期间，雨婷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医院看望雨婷时，无意中说了一句话，让雨婷更加确定自己这病应该和那个女人有关。这位叔叔说雨婷身体阳虚，容易招惹阴气，这病有点蹊跷，最好找个懂行的人看看吧。雨婷就把那个女人一直盯着自己睡觉的事告诉了父母。后来雨婷父亲也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个牙齿给了雨婷，说是寿牙，能保平安。雨婷戴上这个牙齿以后也确实没有再做过噩梦，身体也慢慢开始恢复了。但是这只是身体上的恢复，而这距离我们开头所说的4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。据雨婷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她的生活事业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不顺，不管她怎么努力，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。一直到4年以后，2022年的4月份，雨婷找到了一位老家的大师，才把这件事彻底解决了。雨婷把这些年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跟大师说了以后，大师跟雨婷说了一些她也没太听懂的专业术语。随后大师给雨婷把了把脉，又自顾自地说了句好在还没上访。后来的几天，大师对雨婷进行了一些法事，结束的时候又给了雨婷一些护身符。大师对雨婷说，她需要在21天内不能发生男女之事。而就在雨婷守戒的那21天内的某一天晚上，她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她和初中的几个同学去郊游，雨婷负责开车。快到傍晚的时候，几个人在一个山边的旅馆住了下来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雨婷发现一行人中竟然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正是那个跟了她4年之久的白衣女人。她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衬衫，梳着马尾辫。这一次终于看清了她的脸，长得跟普通人一样，但雨婷发现自己根本就不认识她，甚至见都没见过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女人突然转向雨婷，双眼直勾勾地盯住她，并且恶狠狠地对她说，如果你再敢带着那些大师给你的东西，你就死定了。听到女人说完这句话，雨婷就从梦境中惊醒了。醒来以后，雨婷给之前的大师打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里雨婷把这个梦跟大师详细叙述了一番，并且询问大师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能再带着那些东西了。而大师的回答则是恰恰相反，他说之前雨婷父亲给的牙齿只是能让雨婷不梦到他，但是他还是会影响到雨婷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诸事不顺的原因。后来大师给雨婷的东西作用更加强大，他现在已经对雨婷产生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也就只能在梦中吓唬人。但是如果雨婷不继续带着这些东西，那才是大麻烦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雨婷也是尽心尽敬，尽量与人为善，她的生活也真像那位大师说的那样变得顺遂起来。本集到这也就结束了，虽然并没有太多的故事情节，但胜在真实性比较高。谢谢大家收看收听，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